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说说我的所见所闻所想。这次呢，我趁着有机会逃避德国的冬天，出来2个多月。我是去年11月下旬出来的，然后呢，我这个月月底才返回德国，2个多月。首先，我去了加勒比地区的古巴以及多米尼加，然后呢，我现在在南美的哥伦比亚，这3个国家我过来体验不是来旅游，确实是旅居。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只要我有网络，我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在这里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我比较喜欢这样能够接触当地真正的东西那么我就按照顺序来说说我的所见所闻所想吧。首先，我去的古巴，我去过古巴几次了。这次呢，去古巴是我整个感觉最不好的一次。我就说说为什么不好。这次去古巴，古巴的形势特别的差，主要是经济形势那里的物价非常的高，通胀非常严重。古巴人的收入大概全国平均有收入有工作的人，大概是每个月4000到5000块钱左右。我举个例子，那里的物价有多么的变态。1枚鸡蛋就1个鸡蛋我去年11月下旬去的时候是110块钱，到我走的时候涨到了160，降不下来了。猪肉9两，它是1磅是9两9两我去的时候是650块，到我离开的时候是涨到了800块钱，相当于1斤是880块钱。我刚才说了，我们不折合人民币中国一个月平均全国大概是4000到5000块，对不对？你们想想看，如果是1枚鸡蛋要160块钱，1斤猪肉要880块钱，你们觉得这物价高不高呢？古巴就这情况，我只是举了2个很普通的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摸底就是摩托车那种，上车最少是100块，一般是要200块。它的距离大概是100块就是1公里左右，200块就是2公里以上。如果是更多，那你就要花更多的钱了。你们觉得像这样的物价高不高呢？那为什么古巴的物价那么高？那些人收入其实不高刚才说了，全国平均就4000到5000。如果硬要折合成人民币，那相当于人民币100块钱左右1个月。这就是目前的古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很多人会自动认为，是因为美国数十年一日的那个什么禁运制裁对不对？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对，古巴被美国制裁，还有被西方制裁，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美国制裁，古巴的那个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有古巴本身的原因。他们的那个制度特别是经济呢，还是计划经济。当然，古巴肯定也想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但是由于古巴的那个底子薄，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呢，可能他不敢把步伐放得太大，所以呢，不敢完全学中国。他的步伐真的是太小了。所以，如果是你来到古巴，你会看到古巴那个特别是国营商店是几乎是空空如也即使是国营商店，它的价格也特别特别的高，简直对我们来说，对外国人来说，如果你考虑到与他们当地的收入的比较，那真的是天价。刚才我就说了一枚鸡蛋160，1斤猪肉880，对吧？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天价了呢？所以，古巴人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是活不下去的，但是没办法，作为人要努力的活下去，不饿死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古巴人呢自己也调侃说，我们全国人偷国家的，偷其他人的，所以能偷就偷。算起来，古巴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都还不错，而且中国给予了古巴很多的援助。大家注意是援助，是无偿的，当然也有一些贷款了但是效果不怎么好，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我听说不知是真是假，我就复述一下我听说的东西。
古巴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刚加入呢那个金砖国家组织，对吧？是新加入的国家之一，对古巴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了啊。古巴应该也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所以呢，中国在古巴有一些项目。我知道的一个项目是，古巴有个城市叫圣地亚哥，是古巴第2大城市。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比较好的一个港口，也可以做军港使用。因为圣地亚哥就离美国霸占的那个叫什么关塔那摩这个军港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啊，是关押所谓的恐怖组织成员的，离那里大概不到100公里。所以呢，这里这个军港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古巴政府就请求中国政府帮他把这个港口相当于升级换代。中国也答应了，也调来了物资啊，人力、物力、财力都调来了。然后呢，需要古巴方面的工作人员。古巴方面这个制度有多僵硬呢？告诉大家都不信啊。这些工作人员是由古巴政府委派的，这些人没有工作热情，没有动力，因为干多干少他拿同样的钱，所以呢，让中国这方面特别的无语，但是也没办法，这是古巴的政策。另外前面我提到，古巴全民在偷国家的、偷私人的、偷公司的，也发生在中古这个项目之上，对吧？然后呢，中国提供了有一些物资，有的是在古巴的当地购买的，有的是从中国带过来的。他们能偷就偷，偷了干嘛？能用的话就用到他们家里面，不能用就卖。最后呢，这个项目实在执行不下去，应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这个项目。这就是一个例子之一。另外呢，古巴的经济形势不好，一个是疫情的原因，还有啊，这本身它的这个制度比较僵硬，所以呢，经济啊每况愈下，那导致了古巴政府它的那个税收啊，或者古巴政府的钱，它的收入越来越低。古巴它是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的一个小岛国家，人口就1100万，几乎没有任何的产业，农业呢也不怎么样，所以呢。古巴这政府急需外汇来进口，没有外汇，那就进口不了多少东西。物以稀为贵，对吧？你东西少了，那物价自然就高了。这可能是古巴这个物价天价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古巴的人啊，不管是古巴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本国人居多了啊，他那点收入，可以说按照目前古巴的物价。他们的痛苦指数特别的高。那但凡一个人在这个国家要活下去啊，怎么办？努力的活下去，那就试图找各种路子来搞钱。所以整个古巴目前呢是他的人啊特别浮躁，然后呢治安也比以前差多了。但相对来说，古巴的那个治安还是我认为啊，全美洲包括北美什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还有。南美、中美洲，我认为古巴目前的治安还是最好的之一。以前是最好，现在我只能说最好的之一。这就是目前古巴的状况啊。另外呢，古巴是这样啊，年轻人能走，有路子的就走了。我真正认识的，我不是好朋友，我认识的大概有4、5个。前几年，这2、3年吧。就以各种办法从古巴逃到美国去了，当然是大部分呢是先从古巴飞到那个尼加拉瓜之后呢走陆路，然后呢一直北上，经过危地马拉，经过萨瓦多，然后呢经过墨西哥，然后最后进入美国。美国呢有一项特别的法律，这是中国人没有拥有的这个优势啊，是古巴身份的优势。只要你从古巴经过其他国家进入美国，你就马上可以得到身份，因为是政治难民，所以逃到美国的人，古巴人就可以立即有身份，立即可以工作。他就是源源不断地吸引了古巴人到美国去。
这是美国的一项国策啊，通过这样来掏空古巴，因为你年轻人走了，剩下些老弱病残的，对不对？那对这个国家没有很大的贡献，对吧？然后呢，吸引年轻人过去之后，那在古巴没有很多人为古巴的那个 GDP 做出贡献了，对不对？反而为美国做出贡献了。你看人家美国多聪明啊，对吧？同样，全世界，特别是美洲地区，他们向往的国家，他们的天堂那就是美国。这没办法，目前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表面上啊，至少他会洗脑，认为啊，让世界人们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目前即使是古巴，它的敌国，古巴人还是这样认为，他们梦想之国就是能够去美国。去了美国之后，他们马上可以工作，然后呢就可以反哺他自己美国那个不是美国，古巴本国的家庭了，寄钱回来没办法呀，你寄$100回古巴，那就可以养活可能全家人了，不让全家人饿死。所以呢，能够有一个人去美国，这是全家的希望啊。好，这就是古巴的状况，那就没办法。我就说说第二个加勒比的国家，我去过多米尼加。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完全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我看了一下，它人均 GDP 目前呢大概是$11,000左右，比中国稍微低一点。但是，只要去过多米尼加的人，你绝对不可想象啊！你不是去旅游点啊，不是去那个最美的沙滩，毫无疑问，多米尼加的沙滩特别的漂亮，但那不属于多米尼加人。那些所有的什么豪华酒店呀、度假村啊，都掌握在西方投资人手里，也许有少量掌握在中国投资人手里，但主要是西方。也就是说，他用你的沙滩，用你的资源，最后赚的那个利润，都掌握在西方资本家手里。而本国人，他有的机会只是在那里打打工，如此而已。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它整个操作、整个系统好像都是非常美国化。你去当地，比如说他们的首都叫Santo Domingo，在普通的街区走的时候，你会看到，从整个的城市面貌、建筑、街道，它真的是一个第三世界的穷国，真的不可想象，是所谓 GDP 达到$11,000的。不管你是海外华人也好，还是中国人也好，中国和多米尼加如果是看美元 GDP， 大概在一个水平，对不对？那实际上，我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领先，比如说多米尼加，从各方面来说，几个数量级，多米尼加看中国那个车尾灯都看不见。不管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啊，中国的经济啊，中国的科技啊，中国的军事，还有中国什么高铁，所有的东西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面。虽然所谓的人均 GDP 差不多，但实际的这个发展水平，实际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这就是我看到的多米尼加。大家看到的画面是我自己自拍的啊，就是我看见是什么我就拍什么。你们看，这像人均 GDP $11,000的国家吗？而且他们呢，能够有自己的一辆摩托车就可以了。而在多米尼加，我几乎没有看见什么电动的摩托车，电动汽车目前没有看见一辆。在多米尼加的首都那个Santo Domingo，我看见有少量的电动摩托车，它是出租给游客骑的。本地人骑的那个摩托车都是汽油的啊。这是我见到多米尼加。还有啊，多米尼加我发现他们的人员，他们本国人的素质真的比中国人低多了。最明显的就是到处都是垃圾，真的是到处。一个是他们的那个垃圾箱比较少，或者几乎没有。另外一个呢，他们本国人啊，没有这种环保意识，或者没有这种公德心。环境有的时候特别的好，但是到处都是塑料垃圾啊，我看了特别痛心疾首。有些沙滩
很漂亮，但是全是垃圾，海水里也是垃圾。我这样猜测啊，即使在最美的外国游客度假很多那种沙滩，其实它海水的质量我认为也不好。所以即使你看见本身好像海水很清，但是里面我认为海水被污染了。这是我去过3次了啊，多米尼加之后我的感觉。还有多米尼加在有很小的区，它的治安不错，在大部分区它的治安很不好。当地人也建议晚上呢不要出去，就是那些区不要出去。在首都有些好的区，他们因为有警察巡逻，所以相对来说治安不错，我敢出去，晚上也敢。但其他的区，比如说即使是唐人街，我也不敢，晚上不敢出去。唐人街大概1街之隔之后呢，比如说墨西哥大道那边，那个治安就特别差了。白天我就不敢，比如说手机我就不敢拿出来了。这就是目前的所谓人均 GDP 11000美元的国家给我的印象，就特别的落后，然后人的素质也特别的差。而且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所谓西方选举制的国家啊，跟美国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发展前途，只是一个美国经济殖民地而已。目前中国在那个地方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能够看见一些中国的产品，比如说一些那个冰箱呀，一些空调啊，还有少量的汽车是中国的，但是大部分呢是日本的、韩国的、美国的汽车，中国的影响力非常的小。这是我看到的啊。当然一些那种中低档的消费品啊，或者一些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是中国的，这点毋庸置疑，全世界都一样。好，那我就第3个说说我现在在南美这个国家，叫哥伦比亚。我们很多人知道哥伦比亚咖啡，对吧？哥伦比亚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毒品泛滥的国家，对不对？但这只是我们的假象。其实我不认为啊，这个国家要比其他的南美洲国家危险多少。我认为跟多米尼加差不多。但是这里的人均 GDP 我查了一下，大概不到8000美元，比中国低很多，比多米尼加低很多。它整个城市面貌，我认为呢跟11000美元多米尼加差不多。它的发展水平大概也差不多。在这里啊，我没有见过任何的电动摩托车、电动车、汽车也没有见过，都还是汽油的。所以呢，跟中国的发展也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之上。这是一个还是比较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虽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发展水平真的啊，要比什么多米尼加呀、比古巴呀，还有比这个哥伦比亚不知道高多少个档次。我现在这个城市叫卡利，在中国应该是不出名吧？原来我不太知道。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吧，人口好像有200多万，但是这里没有从机场到市区没有公共交通系统，所以呢，我前天啊，我是打的过来的。好在这里啊，不管是多米尼加还是这个叫哥伦比亚，它都有 Uber， 就是优步，也有中国的滴滴打车都有。因为我本身呢我没有现金，所以当时呢我没有打滴滴。其实我很想试试，在多米尼加和在这里我都是用了美国的 Uber。这2个国家的这种网约车，我认为价格呢还能够接受，比中国稍微高一点点，我认为还是便宜的。因为我觉得所有打的的，除了美国之外，都比德国便宜。因为我那个已经适应德国的物价了。所以在比如说多米尼加还有这里打的，我就觉得好像不要钱似的，真的不要钱似的。比如说从这个卡里，它的那个机场到市区大概是20多公里，打的呢我花了大概是人民币80多块钱，
80多块不贵，真的不贵，在巴西也不贵。在这里呢，我昨天去了他们的超市，我看了啊，其实他们的价格挺高的，除了本地的农产品价格稍微低一点之外，他们当地的物价我认为蛮高啊。他们本地人收入怎么样呢？大概啊，在卡里这里，每个月大概300-400美元左右，全职的啊，也就是人民币2000多，不到3000块，大概是这样的收入水平。但是物价，我感觉，我只是很片面啊，因为我来这几天，我来过，这是我第2次来哥伦比亚了。我感觉这物价要比中国贵1倍，也就相当于中国物价的2倍。你们想想看，他们收入比中国大概是低1半，但是物价比中国高2倍，那相当于他们的物价是中国的4倍。我这样推算，我不知道对不对。而多米尼加，他们的收入比可能哥伦比亚稍微高一点，但是也比中国低。当地的物价，除了农产品之外，都比中国高，有的高好几倍。所以我估计呢，那个多米尼加的物价也是相当于中国的3到4倍左右。但是他们的收入还是要比中国稍微低一点啊。所以你们看，他们的生活痛苦指数都要比中国高。哥伦比亚也一样。昨天我去那个超市的路上，我突然看见有汉字的地方，是家中餐馆。然后我出于好奇，加上呢我已经好多天1-2个月了没有吃过中餐了啊，于是呢我就走进去，我想点一份，人民币大概是40块钱左右一份，贵的有40多50的，大概就是一个人一份40块钱左右，我认为还能够接受。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娘攀谈起来，本身他们俩讲的是广东话，然后我就用普通话问他们，我说你们是中国人吗？他们说是。然后呢，那个男的说他们是从广州过来的，但是他们已经到哥伦比亚40多年了。他说是1981年出来的，当时啊他在广州是一家事业单位，然后他告诉我，他跟国内还是偶有联系，但是回去不多。我告诉他，我说我也是海外华人，但是我每年回去好几次，所以呢，我对国内的情况特别了解。我说现在国内啊各方面发展的真的非常的好，当然是跟那个哥伦比亚呀，还有跟多米尼加比起来，真的好太多了。然后呢，国内的收入也比哥伦比亚高很多。我说在广州啊，全职的话，现在大概是6000到1万块钱左右，大概是这样啊，全职的。而哥伦比亚这里是2000多，最多3000块，对吧？相当于广州的收入是这里的3倍左右，但是它的物价比广州可能要高2倍，也就是这里的物价相当于广州的6倍左右。你想想看，这个差别有多大？然后他告诉我啊，这个华人他已经过来40多年了，他说已经回不去了。他说当时啊，1981年的时候，很多人羡慕他们出国，但是现在我看他的那个外貌已经可能60多岁了，因为过来40多年，对吧？至少要44年了吧？他当时出国肯定成年了吧？估计20多岁，因为他当时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了，那估计25岁左右。出来24年，那现在可能至少有68、9岁了，差不多70岁了。但是他们夫妻俩仍然在这个餐馆里面工作，非常的辛苦。而他原来的老同事现在在广州已经退休了。他说他跟国内的这些老同学、老同事有联系，他们在国内现在退休就1万块钱左右，这里他们俩可能夫妻一个月这个小餐馆的收入，我估计呢最多可能有1万块钱左右。这是2个人工作啊，他们当地的普通人就是2000多，对吧？所以他显得跟我交谈的时候显得很羡慕，又很落寞。他说当时啊出国也想不到今天会这样，而且哥伦比亚这几年发展不怎么样，人均 GDP 才是7-8千美元，对吧？工资就更低了，所以他可以说还是非常羡慕现在国内的发展的啊。
我也一样，因为我知道国内的情况呀。我出国去了最富裕的、发展最好的所谓的发达国家，也来到这种还不算最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我认为啊，哥伦比亚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我每次出国，我就对中国的发展肯定的又更多了啊，因为中国确实发展的不错，各方面，不管是公共交通系统、基建、基础设施，还是政府的办事效率等等等等，反正各个方面都秒杀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哥伦比亚也一样，远远比不上中国。我还是呼吁大家，有能力的、有小钱的，出国来看看，去所有的发达国家也去，然后来这种发展中国家也去。你来了之后，我可以非常肯定告诉你，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像这种所有的这种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成熟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屈指可数，几乎没有。像这里也是一样，它有公共交通的系统，但是呢不发达。比如说从机场到市区就没有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啊，那普通人怎么办？只能打的，打的对普通人来说非常的贵。真的，我每次我出到这种特别是贫穷的或者发展中国家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能够做一个华人，出生在中国，也目睹了现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过去这20-30年发展，这个步伐真的是太大了。其实不小心，中国就突然就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的，而且是发达国家，真的是超过了，不仅是赶上，而且超过了。当然还有一些方面，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只要给中国人时间，我相信再过20年，中国全面超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这天指日可待。这是我的分析啊，因为我看到太多了，那我就可以有一个横向的、纵向的比较。我相信我这个观察是对的。好的，朋友们，这就是我这次呢从德国过来加勒比，来南美洲这边，来逃避德国的冬天，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与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好，感谢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特别是出过国的人或者在国外打拼的人，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察，我的想法？好吧，请在下面留言。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